Hello， 我是 Edward。看我的背后有一个大鸟笼。最近国内不是有很多关于翻墙的新聞吗？說是國家要開始加強 VPN 翻牆的管控了。處罰措施也會加強吧。因為我做 YouTube 才不久嘛，剛剛做，所以我還是蠻擔心的。也希望大家趕緊多多支持我，幫我點讚，否則的話，萬一真的有一天翻不了了，就看不到你們了。這是我今天專門來的一個地方，我可是花了1個小時45分鐘，從家裡坐高鐵，再轉地鐵，最後坐公交車，才來到這個公園，就是為了來看這個鳥籠。這是公園裡面的一個裝置。裝置就是 installation 嘛，藝術品。我為什麼花這麼多功夫來看一個鳥籠呢？今天我們來聊一下 VPN 翻牆。你們知道，在中國，國內的互聯網和國際的互聯網，也就是你們的互聯網中間有一道牆，叫防火牆。政府設立了一道防火牆。有了這道防火牆，我們就不能訪問國外的很多網站，比如說谷歌搜索、YouTube， 還有各種社交媒體。當然還有現在的各種 AI 的網站和工具，也都是不能訪問的。美其名曰防止我們訪問一些國外的有害信息，美其名曰就是給它叫一個好聽的名字嘛。那我們平時要訪問這些國外的網站、搜索，或者 YouTube， 或者社交媒體，或者一些 AI 工具，怎麼辦呢？我們就必須翻牆，翻過這道牆。而且翻牆這個詞比較普通嘛，一般也不能作為違禁詞。違禁詞就是那些違反了規定、禁止的詞彙，因為它很常用，所以國家也禁止不了這個詞，所以我們都說翻牆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有一個翻牆工具叫飛機場嘛，因為飛機場也是很常見的詞，所以政府也管不了這個詞。也不能把它作為違禁詞，給它屏蔽掉。屏蔽掉就是在各種網站、社交媒體上不能出現這個詞嘛，叫違禁詞，屏蔽起來。文明觀賞，請勿攀爬。看這個鳥籠子，還是挺漂亮的，對不對？裡面有2隻鸚鵡在裡面呢。現在大門鎖起來了，進不去。以前我看有人還進去過呢。中國人其實就蠻喜歡發明這種類似的裝置，來封閉自己，把自己鎖起來。這是一個傳統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個人覺得，讓我想起來了疫情期間。新冠疫情期間嘛，在
2022年的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上海不是封城了2个月吗？我们只能待在家裡面，不能出小區，也不能出我們的樓門。我們小區有5棟樓嘛，每棟樓都有一個樓門，我們連樓門都不能出去。哇，這個地上還有很多的紅莓耶，小動物們可以飽餐一頓了，好多紅莓。我們連樓門都不能出去，但是呢，我清楚地記得，在疫情的時候，在那2個月期間，甚至有小區裡面的人建議，要給每個樓門再加把鎖，或者再加道鐵門，把它焊起來，防止任何漏網之魚或者任何不守規矩的人出樓門，到小區裡面去逛一逛、轉一轉。當時我就覺得挺不可思議的。但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和文化的一部分，喜歡給自己製造各種的籠子。中國的防火牆當然是政府的意志了，但是還是有很多的技術人很樂意去給我們自己造這個籠子，像2隻鸚鵡一樣關在裡面。你們喜歡做籠子裡面的鸚鵡嗎？還是想自由的在天空上面飛翔？自由的在天空裡飛翔。希望這個消息只是一時的消息吧，因為中國這種VPN 翻牆的政策一般都是一會兒緊一會兒鬆的，政策都是一會兒緊一會兒鬆的。每年像6·4這種敏感期間，或者開國家大會的時候，政策都會收緊，翻牆就越來越難，然後處罰也會越來越嚴厲。國家處罰一般就是通過技術手段檢測到了以後，就會打電話嘛，公安局就會打電話給個人，先教育一頓，先教育一下。如果嚴重不改的話呢，就罰款。如果再不改正，那可能就有勞役之災了，就要坐牢了。誰都不想坐牢，是吧？希望只是暫時的吧，誰知道呢？祝我們好運吧，謝謝。籠子是很漂亮，你喜歡這個裝置嗎？別忘了給我點讚。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吧。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節目，也歡迎大家點讚訂閱，感謝支持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